我報名了，一人只要6588，台灣宜蘭3天2夜，住好玩好風光看到飽，行程超 chill，住5星飯店，包住包車不包機不包餐。各位朋友一起來跟我見證。大家好，恭喜哇，窮鬼又來了。這次我們到了台灣東部，號稱是台灣民主後花園的宜蘭。這次的旅遊團，一個人居然只要6588。就能在宜蘭爽玩3天2夜，你以為便宜沒好貨嗎？這趟行程我們不只走訪了在地的特色宮廟，逛了礁溪商圈，還去了威士忌酒廠跟中心文化園區。雖然有幾餐要自理，但導遊都是直接把我們放在地美食熱區。最扯的是，我們2個晚上都是住星級溫泉飯店，房間裡就有個人湯屋可以泡到爽，早上還能吃超狂的自助早餐，睡飽飽。享受完飯店設施，中午前才悠哉出發，這才是真正的度假。這麼便宜，一定有購物站吧？沒錯，購物站還是有，但整個過程居然是佛系放推，完全無壓力。而且導遊姐姐人美心善，讓我深刻體會到什麼叫買得起又實惠的購物行程。到底這趟6588的5星溫泉之旅有多實在？趕快跟着窮鬼一起看下去吧！大家早，第一天就這麼開始了。各位，我們來到台北車站啦，接下來就要出發去宜蘭進行這個3天2夜的旅行，一個人含服務費總共6500左右台幣。這裡是全台灣的交通心臟，台北火車站，幾乎所有外國人來台灣參加 tour 都會從這裡集合出發。現在集合完畢，我們準備出發。這類型的遊覽車算是在台灣比較高級、舒適又乾淨的，空間大，座椅舒適。在台灣搭遊覽車，車上的交通安全宣導影片是出遊前很重要的一環。指定休息區，進入宜蘭前，先在這邊上個廁所。台灣的高速公路休息站可以算是全世界第一了，廁所舒適乾淨，同時美食街跟超商也是重點標配。在台灣，台式奶茶是相當有特色的飲品之一，不管是路邊的手搖飲店，還是販賣機都有賣。不管是現金還是信用卡，都可以用來支付，相當方便。導遊姐姐發水了，真是開心。雖然有些旅遊團環保的關係不提供水，但他們有自費買水提供給我們，只要有需要都能一直拿，真是貼心。各位，我們準備進雪山隧道。穿過雪山隧道後，不到1小時的車程，就能瞬間把都市的壓力拋在腦後。好山好水好宜蘭，宜蘭還被稱作是台北人的後花園。華的那個5星很超值，為什麼很超值？你去住1個晚上就是這個價錢了，但是呢，你不僅住2個晚上，還送3日遊，對不對？因為很超值，所以我們的所有餐都是什麼自理餐。那沒關係，導遊有想過他們叫我們自理餐，我們就給他睡晚一點。所以我們每天都11點出發，好不好？至少把它吃到飽，中午都會在新竹等，好不好？11點出發，所以我們預計這2天都11點出發，然後睡到飽才最有度假的感覺還是你們想8點就出發，11點出發，好不好？各位有沒有聽到？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什麼是佛心導遊掌控全程。5星級飯店就是要享受完裡面的設施，晚一點出發，而不只是一個很晚回去睡覺，很早就起床出發的地方。這是我聽過最棒的人話。本來這一站是到礁溪商圈做自理餐，這次行程團員們說要體驗自費宜蘭特色餐火山爆發雞。這個火山爆發雞是到了宜蘭必品嘗的餐點之一，不來品嘗絕對可惜。不過窮鬼向來不參加自費行程，於是就帶着老媽先行一步，走路去礁溪商圈逛逛吃了，在餐廳下車，走路到礁溪商圈只要10分鐘。我們就有1小時多的時間能逛逛。如果要在餐廳用餐，到了礁溪商圈就只剩下20分鐘能逛。當導遊也是辛苦，畢竟也要聽大家的意見來做決定。礁溪商圈特色除了賣吃的喝的集中在這條路上之外，很多溫泉泡湯也都在附近。宜蘭溫泉都是無色無味的碳酸氫鈉泉，溫泉水是沒什麼味道的。來礁溪就是要泡湯，在湯圍溝公園這裡都能泡腳，免費的。付費的就有個人的溫泉湯屋，如果要免費的話，這邊就能泡腳。說到來宜蘭泡溫泉，礁溪是首選。如果覺得公園人多，請往前直走，附近還有其他免費泡腳的地方。
天然的雄厚，免錢的雄讚。礁溪商圈的特色麵包店益順軒，除了有知名奶凍卷之外，旗紅烤的台式麵包也是相當有名。疫情之前，這間店提供的免費試吃能飽到不像話，但疫情結束之後就沒提供了，相當可惜。但說起奶凍卷，這裡附近也有一間叫諾貝爾奶凍卷，都很好吃。奶凍卷也算是宜蘭特色點心之一。礁溪商圈特色溫泉魚，裡面可以泡腳，讓魚吃你的腳皮，酥麻又過癮。至於衛生不衛生，評論。海水豆花，來礁溪商圈可以品嘗看看。在宜蘭地區獨有的特色商店喜互惠，雖然不到必逛商店之一，但如果來到宜蘭，這裡是購買民生用品以及伴手禮相對實惠的地方之一。天然菜瓜布，洗碗好用。中餐就請大家吃台灣特色便當。其實礁溪商圈也沒有美食到必吃的程度，就隨便吃吃就好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該上車了。下一站要去一間觀光工廠，想必有些朋友一定感到貓膩，這肯定是要進購物站了吧？但導遊對這一站完全沒有鋪陳，只說我們等一下要去郡寶貝博物館了，超級簡短。來到了第一站觀光工廠郡寶貝博物館，集合完畢，上完廁所以後，銷售人員就帶領大家進去聽介紹，基本上都是繞着牛樟芝在打轉，放心啦，都是開放式空間。說它是封閉式購物站，它還不夠資格，所以這種只算觀光工廠。雖然要站，但其實你也可以不停，去外面坐着等，自由到令人懷疑人生。但為了有獎徵答的獎品，進去聽聽也好。場面非常漂亮，樓上是我們去年才剛成立的一個新的一個展區，然後樓上是我們的主題場館，就是去保衛博物館的主題场馆，所以等一下有时間我們就到2樓去做參觀哈。還不錯啦。聽完課，每人送1小包益生菌，可以解決1天的腸胃煩惱。這裡說是博物館，但其實就是賣健康食品的地方。博物館展示的東西不多，地方也不大，但2樓還是有可以互動的設施，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認識微生物，拍一些照片。最主要的部分還是着重在這裡的銷售中心，這裡有賣益生菌食品、跟保健食品以及化妝保養品，五花八門。都有賣。雖然是這樣，這間也有10多年的歷史了。在台灣這波觀光工廠的熱潮中，它已經算是站得蠻穩、有一定資歷的老字號前輩了。沒有抽業績錢，沒有錢是的，可是我要寫報告，所以你幫我一下啦。11個是100塊，然後這個是350。銷售員都追到外面來了，用搭配的優惠券，通常買個益生菌軟糖，一盒只要100，味道不錯，是小朋友都會很喜歡的味道。也不用擔心這裡賣的東西會不會沒有品質保障，他都敢大大放在那邊了，這比國外那些賣蛇藥的更有保證。作為一個休息銷售站來說，因為它有廁所跟飲水機，所以我給滿分再少一點。若是自由行來這邊也可以，但還不到必須來的程度。這一站待了1小時左右，銷售人員雖然會推薦你加入會員，但不至於強迫。我們接着出發前往下一站望龍碑。這邊後面有洗手間，3點半上車，3點半好。進去前要先走一小段路，真的是好山好水菜，又種得漂亮。鳳梨，望龍碑位於宜蘭員山鄉，其實這裡算是一個散步秘境。這裡早期因為湖水容易乾枯，居民們希望有龍帶來甘霖，所以才取名叫望龍碑。現在這裡不僅不缺水，滿滿一池碧綠的湖水，被網友封為宜蘭版抹茶湖。不能喝的抹茶。紅色九曲橋，偶像劇場景，花田村下一站幸福的場景。在這喝咖啡聊是非，也有中式快炒能點。這裡也有廁所。環湖步道，這裡的步道非常平緩好走，周邊群山環繞，空氣超好。最重要的是，這裡連停車跟入園都不用錢。吃飽喝足後，可以來這邊走走消化。記得帶小孩來這邊放風啊！也可以買土特產，這些土特產有些台灣長輩超愛，像皮蛋、鹹蛋、豆腐乳之類的。
這裡有一間鵝肉攤相當有名，這間很實惠，同時 Google 評價也很精彩，大家可以查宜蘭望龍杯鵝肉攤，但不建議從最低評價開始看。感覺那些鵝就是養在望龍杯湖那邊。哇，時間真快！這一站結束以後，我們就要上車回飯店。宜蘭唯一一間百貨公司——南城新月廣場。在車上的時候，導遊就會在賴群組放飯店的設施資訊了，相當貼心。導遊真的說到做到，讓我們在4點多左右就到飯店。煙波大飯店蘇澳館，在台灣多數星級飯店，就算只有4星級，但它絕對不是當地評價的4星級，而是國際評鑑的4星級。不像其他國家都是掛4星、5星，但實際根本沒到那個等級。台灣的星級評鑑是完全在跟你玩真。不得不說，台灣飯店在飲冰飲料這方面特別講究，用的不是什麼廉價果汁或茶，宜蘭在地特色紅露酒，這不是紅酒。哎，沒幹拎，還是喝點別的吧。問一下哦，備品要多少錢啊？備品還是你有加會員，有免費可以換。哦，加會員可以換備品這樣子。如果要加會員的話，他只要手機認證就好了嘛。对，手機加會好。好，我先用哈。飯店這邊是說沒有提供一次性備品，但是在這方面有另外一種方式，可以透過加入他們會員，並透過贈送的會員點數換取備品。這邊要準備的工具就是通訊軟體 LINE。對於沒有用 LINE 的外國朋友就不方便了。來順便開箱飯店設施，頂樓這邊有泳池，應該是無邊際泳池，也有賞日出的地方。頂樓戶外是禁煙的，應該算得上一個讀書的地方。健身房位於地下室，健身設備算齊全，不過有一點硬傷。一般來說，健身房設在可以看外景的地方會比較好。這裡的地下室其實有一段悲傷的故事，看到這真令人觸景傷情，仿佛還能聽見車主們的哀嚎。希望事情早日解決。飯店開箱環節，忘記敲門，先敲門。放東西啊，东西太多了，哎，很重啊，不能整天一直提着它。来，我們來看一下這个煙波大飯店，你看雙人房，這個馬克杯質感很好。UCC 咖啡精品的哦，日月潭紅茶，哇塞，這些茶包組都是精品的。來，現在飯店講求環保，所以現在都是用冷水壺去外面裝水，沒有提供礦泉水。所以一般來說，用2個壺去裝水，這樣就不用一直去裝。我們看冰箱有沒有送飲料哈？沒飲料。哎呦，免治馬桶哎，哇，有免治馬桶就不錯了。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沖水。聽到這聲音就代表它順暢。來。水龍頭正常，你講哦，洗手乳沐浴乳啊，不是啊，如意啦，4個杯子毛巾，吹風機，這個一定要先拿出來，不然你會找不到。哦，讚的來了，個人湯屋啊，個人湯屋，哇塞，它這邊都有標示哦，這是什麼溫泉這樣子？哇塞，這是冷泉，鐵質碳酸泉，金黃透亮，中性的，黃金山泉，色澤金黃，中性的，2個泉啊，就是打開這個，它溫泉水就會出來了，還給你這個舀水的，不想要被家人看到怎麼辦？這裡呀，先把它拉下來啊！不想被家人看，就是把它拉下來了。這樣家人就看不到你在做什麼了。還有另外一個啊，再把它拉起來。
拉起來了。好，那我們看一下蓮蓬頭哈。哇，用這種的，看到這個 OK 啊，正常可以用啊。飯店這邊有提供潤髮乳、洗髮乳、沐浴乳、洗身體的，好都有 OK。好，地墊啊，這些是必須的，不然會跌倒啊。好，裡面放一個地墊，外面放毛巾。腳不能濕濕的哦，不然会當香港腳。看到床，又想到要測試一件事情了。床啊，就是要看它軟不軟，硬不硬，軟不軟，硬不硬。哎呦，抓到滑龍。啊，沒事啊，這不是紙啊，什麼都沒有。這裡。看一下床底下有沒有人啊，這很重要啊。哎呦，这个沙发可以讓你看室外景觀。宜蘭的點心，哇，小朋友來一定特別開心。不過有的小朋友不喜歡吃古早味，算了，不要理他。來哦，來，這個辦公桌好不好啊？啊，可以。我們看裡面有沒有東西。櫃子鎖死了，不行。桌面乾淨啊，還不錯啊。哇，空氣清淨機。來，我們看一下衣櫃哈。哎，浴衣不可以帶走。哎，拖鞋這個可以帶走，好，帶回家這邊用都可以，不要穿進浴室內哦，濕掉就不好玩嘍。啊，袋子換洗衣服、洗衣服用的，裝那個髒衣服也很好用，這個可以帶走。衣架各3個，還可以啦。來，開箱完畢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！非海景房，室外只能看到民宅。準備出門吃晚餐，替代房卡的職責就交給你了。晚餐的部分是自理餐，導遊說飯店附近有個蘇澳車站商圈，那邊就有賣很多吃的，反正能品嘗當地味道就好了。蘇澳玉里麵，好吧，吃完可以回去睡覺了。其實還有好吃的，只是我沒看到而已。回到飯店以後，美的泡個湯，果然是黃金雙湯，名不虛傳。鐵鏽味聞了就上頭，泡完肯定全身充滿營養。各位晚安，明天見。大家早安，第2天開始了。本來想看個美的日出，但今天是沒有日出的。窮鬼對各位說聲不好意思，只好帶各位來吃早餐啦。今天早上的早餐餐廳，它是能吃到中午。台灣飯店很注重在吃上面，早餐不僅有在地宜蘭特色美食，也有異國料理。其實很多國家的飯店，就算是5星級好了，也不一定能做到跟台灣一樣好吃又地道。如果有人在這邊住的話，除了早上能夠吃一頓，11點退房後，中午又能繼續吃一頓，接着快樂離開飯店。不得不說，台灣煙波蘇澳飯店在這波操作上實在太扯，但這也做到了用餐分流管理的高端手法。因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早早起床去吃早餐，都出來度假了，還要早起吃早餐，這是一種痛苦，而且也不餓。早上美的泡個湯再下來吃，充分把時間運用在高級飯店享受上，豈不美哉？好，先來說說今天的行程，又是超級輕鬆的一天。早上11點才出發，今天第1天的行程，先去看蘇東隧道，看看超夢幻的3D 海底彩繪。接着中午，讓我們到南方澳漁港，同時那邊也有特色美食，讓我們在那邊做自理餐，
還有台灣特色宮廟金媽祖參觀。下午就到珍珠奶茶博物館參觀，珍珠奶茶也算台灣特色之一。接着帶我們參觀宜蘭在地特色點心博物館宜蘭餅發明館，然後就去信輝藥廠參觀。台灣跟團的特色之一就是買藥。晚餐的部分就是自理餐，不過團員們有預定吃海產，窮鬼沒有，吃完就帶大家回飯店入住。最晚也是7點前就帶我們回飯店。每個景點車程都不會太久。吃飽喝足回房間繼續泡湯。昨天明天要去哪裡住哪裡吃，賈哥跟我在車上講好幾次了。有團員姐姐以為第2晚還要住這間飯店，結果行李都放在房間，人就出來搭車了。現在姐姐回去收一收以後才能出發了，所以我們實際出發時間是11點半。其實很正常啦，只要是遊覽車團又有導遊在，台灣人都有一種鬆弛感。我快來推行李都推 gay 哦。出發了，各位再見演播。我們第一站要去一個鐵軌啊，就是我們去蘇澳旁邊有一個小小的那個復古的一個那個隧道。那本來司機是說叫我們早一點去，会有燈光秀。那太晚的話，就怕那個燈光秀沒有，還有半小時、1個小時才一次。蘇東隧道位於宜蘭縣蘇澳鎮，是一座結合歷史鐵道與現代光影藝術的迷你自行車道隧道，算得上是近期的打卡小景點。原本是台鐵蘇澳臨港線的一部分，專門用來協助運送蘇澳港的貨物。2003年廢線後曾荒廢10多年，直到2021年才由地方政府重新規劃整理，改建為自行車驛站。隧道中段有一幅由特殊双效夜光顏料繪制的海底世界彩繪牆，白天看是一般立體彩繪，但打上紫光投影燈後，會瞬間變成充滿熒光效果的夢幻海底世界。隧道全長僅約68公尺左右，步行不到5分鐘就能走完。內部設有人車分流步道，以及一個2層樓高的觀景平台，讓遊客可以在這邊從高處俯瞰彩繪牆。這裡待個20分鐘拍拍照，其實就差不多了。反正不用錢，加點看，定時光影秀。沒看到，應該是看不到了啊！算了啊，要上車了。前往下一站南方澳漁港。來，我們這邊哈，我們這一間叫什麼知道嗎？我們這一間叫做珊瑚媽祖。大家都知道哈，台湾哈就是有3大寶石，你們前面那一邊，其實有全世界最大的叫什麼？紅珊瑚。如果你們有時间的話，走過去看，不會很久哈。各位，我現在在南方澳漁港這邊哈，那導遊給我們1個小時半的時間，在這邊自理餐，好，看要去吃海鮮啊，或是看一下台灣 Temple 也是可以的，這邊很漂亮啊。賣的東西它是經濟又實惠，來這邊吃就對了哦。不過我早餐吃的有點飽，那等一下帶大家看一下附近的廟宇好了。南方澳漁港，這裡是全台灣外籍漁工密度最高的漁港之一。這群離鄉背井的年輕人早已成為支撐台灣漁業不可或缺的生力軍。早期這裡除了捕，還曾是世界級的珊瑚加工重鎮，也可以說是紅景。當年街上隨處可見珊瑚雕刻加工廠，雖然現在產業已經大幅萎縮轉型，但在這上還是能找到一些老字號的珊瑚法界博或藝品店。由於討海是看天吃飯的高風險行業，因此南方澳的廟宇密度也很高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信仰中心就是南天宮以及靜安宮。這2間廟在這裡不僅是漁民的心靈寄托，更具象化了南方澳漁業鼎盛時期的雄厚財力。如果各位過年期間有來，這裡也是人潮最洶湧的時候。平常時候就是像你現在看到的這樣。台灣的宮廟最親民的地方就是提供茶水以及廁所。這裡除了大間的海鮮餐廳，南方澳的小吃就是靠海吃海，吃都充滿了歐海郎追求飽足感與粗獷鮮味的特色。像飛虎魚丸、港邊現炸蝦餅、廟口米糕等等，請各位粉絲吃蝦餅，香氣十足，甜鹹脆口。信仰也是要花錢的，這些結緣品，窮鬼無緣就不買了。奇力灣珍奶文化館，這棟位在蘇澳的清水墨綠建築，主打的是台灣之光珍珠奶茶的文化體驗。一進來，導遊就發放團客專屬優惠折扣貼紙，只有在銷售中心買才有打9折，飲食區沒有哦。最紅的招牌是裝在燈泡裡的燈泡珍奶，
館內可以預約體驗自己手搖珍奶、搓珍珠，還有西餐廳可以吃海鮮自助餐。這裡不只適合帶小孩來玩耍，也很適合網美來拍照，雙贏。室內跟室外都精彩。這是一種以吃喝玩樂包裝的體驗型觀光工廠，這裡沒有高壓推銷，主打軟性消費。這邊販賣部有各種奶茶粉包、即食珍珠跟環保杯，各種雜七雜八都有賣。但說實在話，這邊東西不太便宜，像這種各國奶茶，我懷疑可能只是包裝換一換，味道只是差不多的。就跟我們買東西，買的不是裡面的東西，而是買它的外包裝。因為我有買，全部都喝過，所以講話可以比較昂香。我愛說實話，這一站如果有路過，還是很值得。來這邊走走看看也是不錯，免門票，不用錢。來都來了，不點一杯珍珠奶茶，好像怪怪的。哦，台灣珍珠奶茶哦。不知道博物馆出來的会不会特別好喝？請粉絲們先喝幾口，來。哦，喝出來了，這杯的味道可能加了台灣2字比較好喝，但特地來可能會大失所望。算了，買都買了，出發前往下一站。此時我們已經在羅東了。宜蘭餅發明館是發明0.1公分超薄牛舌餅的大本營，外面有巨型的牛舌餅跟糕餅模具可以拍照打卡，當然還有一座超級大的伴手禮賣場。這裡是遊覽車必停的試吃大會，只要遊覽車來，裡面銷售員就會開始动作，忙着弄試吃的糕餅，跟認真的就定位銷售。台灣價值。至於他們對待自由行散客的態度好不好，我不清楚。但是看他們在 Google 評論上都會針對負評回應的很勤，我想應該是很好的。這邊就是標準的土特產掃貨站，阿公阿嬤的最愛。這裡的精髓在於不怕你吃的試吃，銷售姐姐們熱情的招呼，流暢的切餅手速，加上買多少送多少的話術，讓那些長輩啊，最後走回遊覽車時，手裡都提着3大袋。價格的部分很透明，肯定比韓國的海苔工廠好。同時，這間也有在網絡布局銷售，行銷定位精準，不僅有臉書窗口，而且銷售網頁簡潔明亮。畢竟新當家做過空姐，有自己想法。其實這裡真的算不錯，就算不想買東西，坐着休息，上廁所，看看這裡的發展史也不錯。而且這裡也有網美造景人拍照，甚至還有免費道具。帶寵物來也很歡迎哦，但說是人帶寵物來，但不能進去哦。所以可以在哪？來，這裡這麼大一個停車場，就是專門給寵物放風用。這裡愛買不買隨便你，來這邊試吃不買也沒問題。因為我不能吃太精緻的糕點，這間我就沒買了，真的好可惜哦。這一堆都不買，窮鬼喇叭嘴，準備出發前往下一站。我就買什麼容易寄望、失智，你去藥局買比較貴啊。我們去那個他那邊生產工廠買還凶。其實宜蘭羅東這邊也蠻多觀光工廠的。那是蠟筆工廠。搭車的途中導遊親切地與我們閒話家常，他分享了過去帶團的辛酸史，也帶我們回顧了花東旅遊的黃金年代。那是一個盛產貓眼石等珍貴玉石的時期，台灣更是當年珠寶購物站的源頭。聽着導遊的故事，這趟旅程又多了幾分溫暖的人情味。在那個花東地區很漂亮，很多間飯店都不在。然後之前有什麼？以前是什麼一條龍啊？台灣會去買台灣玉啊、貓眼有沒有？然後講什麼？台灣最有特色講的就是什麼？除了我們的人文之外，就是講老兵的故事。老兵的故事，光他就可能靠剛才說那個我們去老兵博物館啊，你買那個1塊玉啊，然後他就可以贊助一些給老兵哦，去猜就好唄。那我也沒什麼，就是期許大家就是最好就是把身體照顧好，我們照顧好呢，就可以常出來玩，照顧好身體，然後健康的話賣用品，
是講行那是行向偏，不是講亂開，你亂開攏無要緊，亂開家己身軀攏無要緊。上驚是啥嘛？向偏吼，尤其是那個網絡戀愛嘛，因為50、60、70、80那種可能真愛，莫想遐濟，啊，我愛的是你的真心哦，你長得怎麼樣？我迄種講騙的，我有2個朋友，一個去用騙500萬，一個去用騙1間厝，我講袂使甲伊囝講，有錢哦，我好希望對我有人晚上叫我蓋被子，我蓋你的頭，你啊叫錢要騙了了哦。因為我愛的是真心的，真心好美啊，愛的是你的心態，比大家要清醒哦。寧願出來玩提錢，出來佚佗，提物件出來食，是講互囝兒啊，嘛莫向騙去，哈，這上重要。咱這個年紀啊，袂使向騙，騙一概你有憂鬱症，憂鬱症2概你就再見了。這種對長輩的關心，着實令人欣慰。不過提到別被騙，就聯想到衰老、腦部退化。哦，對，下一站就是知名藥物藥廠，也許那裡就有更好的答案。遊覽車到定位後，基本上會有一位銷售美女上車，為我們介紹工廠園區，裡面會介紹信輝的發展歷史、藥品研發過程以及各種植物萃取技術。那幫大家做一下廠區的導覽哦。首先呢，右手邊第一棟，不要看它外表普普通通哦，這棟是我們最貴的研發中心，裡面放了17億場造就無機 ISO 認證的實驗室。宜蘭信輝健康園區，這間位在東山鄉，是台灣老字號知名藥廠的展示中心。放心，這間絕對是上市上櫃的，電視跟藥局都有他們的存在。同時，他們也有生產台灣健保給付用藥。整個園區繞一圈介紹完畢後，也才不過1分鐘。這一棟是我們的健康館，我們在這一棟啊吸收一些健康知識帶回家。那我的導覽先到這邊，謝謝大家，謝謝。最後就帶到自家的保健食品與保養品展售區。首先會上一小段課。可以直接推哈，想要喝茶嗎？茶好啊，茶。来，我們歡迎安妮姐姐帶來的各位貴賓，大家下午好。應該有一點點累了哈，這個時間，那我們茶跟咖啡喝下去提提神哈。前面都還有位置，我們剛剛有發放1人1張折價的券，這是今天給大家的見面禮啦，先讓大家把健康版優惠帶回家。所以這張折價券呢，限今天這邊當天做使用哈，拿出去後外面藥局沒有收哈。銷售員其實都蠻親切的，過程中都會跟我們互動，玩一些小遊戲來破冰。長輩其實什麼都不需要，最需要的就是陪暖，這點在這一站就做得很棒。那我們玩一個小小的手指操好不好？以免大家睡着。我們1手比4，1手比7。為什麼這個動作可以預防失智？大家覺得為什麼？除了動一動手指頭，很棒很棒哦。姐姐很棒，姐姐很棒哦。這是資優生，姐姐你要加油哦。聽課的過程中啊，其實也很輕鬆，也就是講商品，然後互動一下。有獎徵答時送的小禮物也不錯啊。銷售員運用其專業形象，精準切入長輩對關節退化、眼睛保養、心血管的健康焦慮，來促成高單價結賬。尤其針對失智，這也是很多長輩關心的健康問題。然後很快就結束了。上課結束以後，我們的銷售正式開始。後面一整排就是商品銷售區兼結賬區。畢竟這裡是販售高單價的保健生技購物站，福利最密集的一區。但整個銷售過程中是很 free 的，完全不存在強迫推銷。他們的商品在價格上面也比較公開透明，網站上也有賣哦。不過呢，現場買的話，他們會有優惠價。反觀泰國蛇藥，其實不想在這購物站裡面聽銷售，在外面跟着熒幕蹦蹦跳跳也是可以的。外面這麼漂亮，你要在外面坐或在外面晃也沒人理你。其實我聽完以後，深深為我自己的健康以及我家人的健康感到擔憂了。而且這邊給的優惠力度又這麼大，台灣銷售姐姐又這麼親切，可惜我考慮太久，久到要上車了就沒買了，真的好可惜哦。手上的優惠券都沒機會用到，長輩手裡都提着大袋小袋，為自己的健康加油打氣。導遊姐姐不曉得在這一站有沒有笑嘻嘻。銷售姐姐們跟我們道別了。我們有韓國購物站的既視感。好，晚上了，要去吃飯了。雅富哥活海產，這是第一次來宜蘭訪問，必吃的海鮮快炒店。現撈海鮮有夠新鮮，眾團員都指定吃這間。不過這一站是自費行程，哎，好可惜，吃不起。比起去自費行程，不如帶各位走窮規版自費行程。
這間宜蘭素食吃到飽，新月齋素食館是我認為最平價實惠的素食吃到飽餐廳。從我剛剛那個賈富哥活海產走過來，也不到5分鐘而已。這間200元有找，又不收服務費，台面餐點任夾。說實在話，這間素食吃到飽在宜蘭是最頂的，幾乎每次用餐時間，人潮總是絡繹不絕，餐點快沒了也會起死補上。從主食、主餐、點心、粗糧，一應俱全。來這邊沒有吃個4、5盤啊，相當對不起佛祖。這裡簡直是宜蘭素食界的天花板。像這樣的餐廳啊，宜蘭就有好幾間。但我跟大家說一件事情哦，這間店他們看到我在拍的時候，還以為我是來檢舉的，而且後來解釋清楚就沒事了。吃飽喝足。台灣的遊覽車只要是豪華型的，這個氣氛燈啊，真的是無法比，意圖使人唱卡拉 OK 啊！晚上住春雀國際溫泉飯店，這間是5星級的，在宜蘭羅東，國際認證5星。到飯店也晚上7點了，不過還好，確實寬敞大氣。這間飯店有6台電梯，團客比較多的時候，疏通率也快。先來開箱一下飯店設施，這邊頂樓有高空酒吧。低消部分還好，不過現在下雨，高空酒吧直接看室外景觀啊，超讚的。這裡的設施有健身房，其實設施就夠用而已，但比起設在地下室好很多了。游泳池，帶小孩來這邊玩玩水，其實還 OK。公共泡湯區有分2種，裸湯跟要穿泳裝下去的。我拍的這邊是要穿泳裝下去的，雖然這樣維護起來有點麻煩。不過算是對怕害羞的人是一大福音。兒童遊戲室、小孩放電區，設施都有維護，算不錯了。預約制付費按摩，飯店的都會比房間的貴，主要是給客人方便。不過目前為止啊，住的這2間哦都沒有自助洗衣服，算了啦，誰出來玩還要洗衣服？窮鬼自己愛洗。我知道我要說什麼。飯店開箱環節。房間就有插電卡，不需要用房卡了。哇，這邊沒有鏡子可以進來，沒關係。哇，超級雙人房，看到沒？哇塞！我們來看一下，咖啡吧有什麼？冰酪咖啡讚，好喝啦。原片哦，台灣的老品牌了，在台灣很多汽車旅館他們都會放這個茶包，這個茶包最讚幾10年不變啦，就是天人茗茶的東西。來了！這間飯店住講求的就是呢，讓你方便，雖然它用瓶裝水，瓶裝水就是方便啦，它不用再讓你去外面裝水了，讚。還有他們自己的 logo。熱水壺啦，不會用。好用的袍子，洗澡穿的。袋子裝換洗衣服。来看一下，行政辦公桌，很有總裁的感覺。該有的紙筆呀，衛生紙都有，還有台燈，夠用。來，室外景觀，一覽無遺，整個羅東商圈啊。放心啦，門窗關上，這邊就不會吵了。陽台沒有煙灰缸，飯店基本上全面禁煙，跟大家告知一下。簡易的沙發廳，還準備了2個小零食哎，哇，樂事跟多利多汁啊，好吃。2張大床啊，看一下底下有沒有東西好了。好，床也很暖啊。最主要是看這裡，小冰箱有東西知道嗎？
一般來說哈，在很多飯店，5星級飯店啊，它的冰箱裡面的飲料都是要錢的，但是這邊不用。你看，隨便你喝哦，随便你喝哦。哇，波蜜乳酸哦，波蜜也是台灣知名的品牌哦。黑松的 Fin 也是台灣知名品牌哦。哇塞，這個十全吶，它做醋的哦，這個也是台灣知名品牌哦。哇，頂級呀！哇塞，有蔓越莓口味跟蘋果口味，還有4瓶冰水，加上這邊的4瓶，总共8瓶了，喝到飽。哇！然后看到這拉門，哇，太有質感了，而且也很情趣哦。哎，你有沒有看到？1湯2湯，溫泉哦，有2湯哦。好，紅色是熱水啊，這個褪色的就是冷水啦。還可以搭配外面的美景哦，愜意的泡湯哦，這樣就不悶了。來，老人家怕跌倒或小朋友怕跌倒的哦，鋪一下哦，這很重要哦。哦，外面也記得要再鋪一下。哦，腳乾乾的才不會得香港腳啊。哦。來，好，馬克杯，基本的插座，台灣的插座都是110伏特的哦。肥皂，正常。這是什麼？這個是他們的沐浴精鹽哈，泡澡的時候呢，加一點點進去，泡澡加一點點進去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帶回去啦，不過感覺好像就是要讓你帶回去的。不是備品，是吹風機，備品要自己帶咯。等一下我再去飯店問。備品的部分要跟櫃檯問，我問了就有拿到牙刷牙膏。浴室哦，哇，分開的，哇，有沒有看到？好。洗髮乳、潤絲巾、沐浴乳都有。好，正常。連廁所都是智能馬桶，然後還搭配室外景觀。哇，這次旅遊團給的太讚了。哦，那我們就測試看看這個馬桶好不好？好，正常。給大家看整體的環境。哇，優質啊！床後面還有壁畫，畫的是宜蘭在地的景觀哦。那就介紹到這樣。房間是有聖經的哦，請翻開馬可福音6-31。各位晚安，明天見。大家早安，又是美好的一天，當然是先泡個湯，然後就要來看看春雀飯店的早餐吃什麼。今天一樣11點出發，真的太愜意了。春雀飯店的早餐居然有蝦子，這我怎麼可能放過？春雀雖然沒有煙波蘇澳那樣可以吃到下午1點半，不過它只比煙波蘇澳早一點點而已。這邊早餐可以吃到中午12點，如果這一餐要自費，也是將近快破千。導遊說今天沒有午餐，所以這一餐要吃飽一點。不談春雀飯店之前發生過的事情。在這，我目前沒什麼不滿意的部分。跟着旅遊團能升級到雙湯家庭房，真的很超值。今天就是最後一天，我們接着就會一路往台北，沿路走行程了。來說說今天的行程。今天第一站要先去中興紙業文創園區，這是一座廢棄紙工廠改建而成的文藝園區。接着導遊還會帶我們去羅東運動公園。畢竟呢，可是羅東市區一座超大的森林公園。如果有來羅東，值得來走走。下午就帶我們去一間土地公廟，看大尊土地公，求財求平安。然後最後一站就去金車噶瑪蘭酒廠，那可是台灣第一座威士忌酒廠，知名台灣飲料波朗咖啡就是他們旗下的品牌。吃飽喝足，繼續泡湯。這間飯店離羅東火車站走路幾分鐘就到了。
雖然行程即將結束，但卻是文藝、休閒、求財的一天。要離開了，原來春雀這麼會給情緒價值。在車上，導遊帶領我們做一些復健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兩隻手平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伸直8、2。这邊是中心文化園區哈，11點半上車，11點半上車。收到。中心文化創意園區，在日治時代，這裡曾經是全台最大的造紙廠，現在轉型成廢墟工業風的文創園區，是網美最愛的打卡聖地。斑駁的巨型廠房，裸露的水泥鋼筋，廢棄的造紙大機台，在這裡不用懂什麼深奧的文創，光是站在這些斑駁的巨型廠房旁邊，隨手一拍就是滿滿的電影感。雖然是免門票景點，但我覺得這算優質了。但只是剛好來的時機點不對，下雨，加上有些展根本沒開。由於還沒開展，所以很多團員誤入，最後都被請出來了。聽說這些藝術展覽開展的時候，開幕茶會都有免費的人吃。今天天氣好的話，在這充滿歷史感的廢墟，剛好讓大家拍幾張超有文藝氣息的打卡照。其實就是我們這趟行程的文青濾鏡。但是現在這種天氣，我覺得待超過1個小時都是一種虐待，早早上車了。四節福德廟，這裡有全台灣最大的金身土地公，香火鼎盛，是求財換母錢必來的廟。金身土地公是宜蘭的地標之一。來到這裡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摸摸金元寶，沾沾喜氣。過年的時候，這邊最熱鬧了，不僅有平安粥，還可以順便求個發財金。出來玩還能順便物理升級一下財運啊，沒差啦，我都幫粉絲們求好了，不只是發財，考試的話不管公職還是好學校都會上，平安健康樣樣來。其實這是導遊加碼的行程，不在行程表裡面的。準備上車前往下一站了。羅東運動公園，佔地47公頃的超大公園，有大片草皮、美麗的湖泊和落羽松。是宜蘭最棒的免費天然氧吧，這可不是普通的社區公園哦，而是直接在市區裡造了一座森林，遼闊無邊的綠色草皮，平靜的湖水，季節限定的落羽松林，吃飽睡好，再來這裡散散步，吸收芬多精，風景真的很美，但也真的很大，而且也有小賣部，廁所也是乾乾淨淨。這裡簡直就是一家大小合家歡樂、免費放電跟放風的天堂啊！雖然大家準時集合了，但還是少了一位身影。我在上面我怎麼寫？我全部都講，大家都有聽到嘛？我把肚子，我說快要往回走，來不及了，快往回走了。我一直打電話，我一直跟他們講，而且當面講哎，放鴿子啦！我當面講呢，沒被放過鴿子。突然想起，我之前也是這樣跑上遊覽車的，遲到不曉得會不會罰3杯，代表這座公園真的很大，根本就是消耗戰鬥力的綠色迷宮。出發前往最後一站，有團員姐姐發米果了哦，真爽！跟團只要碰到好的團員，真的不怕餓肚子。好，等一下就我們進去裡面逛啊，因為下雨天可以室內跟室外都可以逛逛。以前啊，這邊可以品嘗威士忌啊，現在可能要付費了哈。金車噶瑪蘭酒廠，想必在台灣的各位都聽說過伯朗咖啡這個品牌吧？漢堡泡麵聽過嗎？其實成立這個品牌的金車企業，在台灣的飲品有當兵好朋友的稱號。旗下還有一間揚名國際的噶瑪蘭威士忌酒廠，就坐落在好山好水的宜蘭。畢竟宜蘭擁有得天獨厚的純淨水源，用這樣的好水釀出來的酒，味道肯定絕佳。作為台灣第一座威士忌酒廠，這裡也是許多外國觀光客的必訪之地。廠區甚至貼心提供日、韓、中、英等多國語言的導覽解說。當然，來到這裡不是只能買威士忌，
金車旗下的商品在這裡一應俱全，甚至還能找到市面上罕見的隱藏版禮品，當做伴手禮超級方便。很多外國人來這邊都買瘋了。最主要還是退稅方便，當然最重要的是可以來這邊品酒哦。要記得未成年不能來這邊品酒哦。算了啦，他們賣你酒的時候會看你啦。不過麻煩的一點就是，開車自由行來的朋友就要失望，要注意飲酒不能開車。2樓也有咖啡廳，可以品嘗咖啡跟休息。我討厭的笑，不如樓下買罐裝的。不得不說，金車真的是一間很棒的台灣企業。同時來這邊參觀，不僅免費，還能了解到威士忌釀酒的過程。里面每一桶都是液態的黄金。如果有帶外国朋友來宜蘭，想買一些酒類伴手禮，這裡是必訪。謝謝大家，我們行程就圓滿結束，大家就回台北跟家人過年了哈。這一站結束後，我們就要驅車前往台北，整趟行程就正式結束啦。其實這個團重點不是旅行社好不好，是導遊好不好，因為導遊如果不好，他是無法讓我們這麼晚出發的。同時，好的導遊跟團員一樣，都是可遇不可求。雖然觀光工廠安排的比較多，但是7000台幣有找就能住2晚星級飯店，包車包行程，而且拉車的時間也不趕，通常20分鐘左右就到一個景點，待在飯店享受的時間也多。這對一堆搞塞搞流的朋友來說，屬實放鬆且自由。我是窮鬼，我們下次見。宜蘭讚啦！